大二频道那集发生在3年前的一次意外彻底反转了啊！这是韩国国民目前最关注和热议的事件，连续多日登上了韩国新闻的榜首，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国民关注度呢不亚于今年的韩国总统竞选。我整理了截止发布时间里的所有资讯，那我们就重新梳理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把时间拉回到2019年。嘉平郡是韩国京畿道东部的一个郡啊，东面和江原道接壤。因为地处山丘地带，所以有很多美丽的溪谷和瀑布。就在嘉平郡最美的景色之一龙爪瀑布，却发生了一件让所有国民都无比愤怒的事情。2019年6月30日晚上，嘉平郡警方接到报案，在龙爪溪谷的景区有一名39岁男子溺水身亡，死者叫尹相业，出生于1980年。据他的妻子李恩海回忆，他们一行7人，4男3女，在当天下午3点左右来到景区游玩。天黑以后，其中一对情侣因为感觉有些冷，所以就先回到了停车场。晚上8点过后，剩余的3男2女还在玩水。临走之前呢，李恩海提议说剩下的3名男生再跳一次水嘛。于是3人就一起爬上了4米高的一个平台。赵贤秀和李俊秀先跳进水里。尹相业最后跳下。李恩海的描述当时他们是看到了尹相业的头已经探出了水面，而且没有挣扎或者是呼救的举动，就认为他可以自己游到岸上，所以就转身离开了。一直到晚上8点20分左右其余的4人才发现这尹相业一直都没有出来，感觉不对劲。几个人在岸边甚至跳进河里寻找了很久，都没有看见他的踪影所以马上就报警了。半个小时后，救援队来到现场，但也为时已晚。在水中打捞出的尹相业已经确认身亡。随后的尸检报告中尹相业的身上没有任何痕迹，这也没有就发现任何遭遇外力袭击或者是搏斗的迹象。那这种情况就表明是并非他杀。那法医由此认定了这是一起溺水意外身亡事件。由此警方也就定性事件的性质为意外。尹相业的家人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但是结合起过往的种种死者妻子在生前的一系列举动，就会让人忍不住猜疑，真的仅仅是单纯的意外吗？尹相业和李恩海在2017年3月登记结婚，但并没有举行婚礼。两人有11岁的年龄差。尹相业在一家大公司研究所工作了15年，年收入至少6000万韩元。在韩国也不算低收入，养家糊口绝对不是问题。那登记结婚的时候，家人一直以为他们是工作中认识的可实际上没人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相识。只知道当时26岁的李恩海在6年前就未婚产下一个女儿。尹相业选择对方的同时，也接纳了这个女孩。他生性内向，没有主见。那相处之中除了对妻子百般呵护，还言听计从。妻子会用不同的理由从他这里拿钱。相比于平时的节俭，尹相业对妻子出手非常阔绰，以至于自己的财产逐渐被李恩海来支配。李恩海一次性给丈夫买了4份保险受益人都是自己。尹家人出了1亿韩元，并贷款筹备了一套新房，但李恩海却以各种借口不接受同居，最终让尹相业独自在京畿道水源市租了一间半地下室的房子这种半地下是纯的贫困人群居住的地方，那月租金是50万韩元，条件很差但凡工薪阶层有稳定的收入，都会选择去租一个公寓。而且这个年薪6000万的企业白领直到去世一直就居住在这种地方。那反过来，李恩海则自己和女儿住进了新房，平时还会给一些朋友们提供住宿。李恩海说，他们这种分居生活模式叫周末夫妻，也过着类似5+24的生活。那平时电话联系，只在周末相聚，但实际上他们最多也就算是月末夫妻。因为即便到了周末，有的时候李恩海也是找各种理由拒绝见面。那尹相业的房东回忆她差不多1个月能来看丈夫1次，但每次来的时候，身边总会跟着一名男性，而这名男性后被证实就是遇害当天一起到溪谷游玩的赵贤秀。而且似乎尹相业对他们2人走得很近这件事也是很接受的，经常3个人在一起吃饭或者是消磨时间。直到2019年6月30日，事发这一天，赵贤秀也一直都在现场。
但是在事发之后呢，作为妻子的李恩海似乎并没有陷入到任何痛苦当中。尹相业住的半地下有300万的押金葬礼结束当天，李恩海就和赵贤秀来到这里找房东办理退租，扣除一些房租和杂费之后呢，把剩下的100万取走了，还拿走了尹相业的电脑主机。那不知道这个电脑里是否有什么关键信息？几个月过后，李恩海拿着意外的认定书和死亡证明，开始向保险公司索赔。这一次意外的保险理赔金高达8亿韩元。但不寻常的是，尹相业的死亡时间距离意外保险失效只剩下4个小时。那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在8点半出现意外，而是平安度过了凌晨0点钟，那相应这份保险就失效了。所以这个因素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保险公司也是这么想的，那一次性直接购买了4份保险，本身这个行为就不太正常，光是每个月需要支付的保费就高达70万。那经过一系列的调查，那保险公司从他们的角度认为这不是单纯的意外，一定是另有隐情，拒绝理赔8亿韩元的身亡保险金。李恩海和赵贤秀两人开始投诉保险公司，也在网络上发生造势揭发保险公司的丑恶嘴脸。但这个事情还是引发了一些讨论，也有人感觉这个事情很蹊跷。第二年，2020年3月9日，李恩海在网络发表声明，说自己很冤枉，保险公司不理赔就没有道理。又联系了韩国著名的时事节目，想知道真相，说明了事发的来龙去脉。那抱怨保险公司不给赔钱，介绍了她和丈夫特殊的生活模式，说两人是在相恋8年后成为了周末夫妻一起生活。最终这一档节目顺利播出在2020年的10月但却并没有达到给自己洗白的效果，因为他在节目中说了很多假话，引起了尹相业亲友的愤怒，就怀疑李恩海伙同情人赵贤秀一起谋杀了尹相业所以果断选择了报警，要求重新调查事件的真相。这个时期一起报警的还有保险公司。那警方这一次重新调查过后，结果真的查出了很多非常可疑的地方我们先看最直观的内容。他们找到了拍摄于事发当天的一段影像资料，是案发前2个多小时同行人用手机拍摄的前提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尹相业不会游泳。在事发地，他成为了一行人在水中玩弄的对象。尹相业的嘴里一直说不要这样，而水里的赵贤秀非但没有停手，反而把他带到更深的水域。岸边传来了李恩海的声音，说这样翻不了的，然后还叫上另一个人说你快上去帮忙给搞翻。水中的赵贤秀似乎用尽所有力气猛烈晃动救生圈，似乎必须要让他落水。尹相业只能是不断重复快停止吧，我知道错了，哀求的同时双手抱头，非常恐惧的状态。同一天的另一段资料中，尹相业用头撞碎西瓜，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在很努力的去完成这个举动。旁边的赵贤秀和画面外的人都在大笑。这2段画面在2022年4月10日才得以公开，直接勾起了所有观看者的怒火。因为这里的行为和举动包括其他人的一些状态，并不像普通夫妻朋友之间的普通玩笑，更像是霸凌。而这种霸凌在尹相业的整个生活随处可见。如果在这种氛围中突然死亡，那么必须要有一个最准确的调查，才能搞清真相。根据尹相业的朋友回忆，他在婚后1年多开始频繁向朋友们借钱，而且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突发事件急需很多钱，相反每次借的金额都非常少，1万块甚至几千块。一再追问之下才知道他只是想买饭吃。在2018年，他甚至因为欠下1亿3500万申请了个人破产，这简直就是难以置信。他可是一个年薪6000万的中产，怎么就到了这种地步了？原来导致尹相业从中产到破产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妻子李恩海。李恩海也会变本加厉地从他身上搞钱，比如拿他的信用卡到加油站刷掉500万做储值，然后用各种办法套现，想出一堆理由在丈夫的身上搜刮钱财。对方也是毫无保留，2年时间他至少拿到了2亿。那李恩海每月都给丈夫缴纳大笔的保险费，但基本不会给尹相业任何经济上的支持。警方还原了尹相业手机里的聊天记录，都印证了这一点。恩海，我好饿，我想买个新眼镜，想买运动鞋，连买拉面的钱都没有。等钱到账了，给我买双新鞋吧，都破了，我好丢脸啊！恩海，对不起，本来账上有3万，但被车贷扣光了真的对不起。你现在可以给我打回1万吗？我想去买水和拉面，肚子实在太饿了。
真的对不起啊，这里快要断电了，3个月38000元，请帮我支付一下。那这里面有很多词语啊，都反映出了尹相业在两人的关系中是非常卑微的啊。对不起啊，下次一定不再这样了，就不麻烦给你打电话了。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没钱，还晒出自己账户为零的截图。更奇葩的是啊，这条消息里面很明确的说，他还根据要求啊，把钱打到了妻子朋友赵贤秀的账户。而即便是这样啊，妻子李恩海也不是每次都给他钱，说因为自己家里啊有事情发生，拿去应急了也没有了，所以尹相业没钱去应对每天的开销。在2周的时间，他的体重啊掉了7公斤。为了生存，他被迫选择在银行贷款，在网络贷款，甚至还考虑过通过非法中介卖掉自己的器官换钱。那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大企业白领的生活质量。而且一个连买拉面钱都没有的人，却被妻子缴纳着4份保险，每月70万的保费。那随着调查的深入，李恩海和赵贤秀的聊天记录也陆续被挖了出来。充分的证据显示，在溺水事故之前，李恩海和情人赵贤秀早就多次试图谋杀自己的丈夫，而且都是蓄谋已久。例如，案发前4个月，2019年2月，在江原道襄阳郡的一个度假村，让尹相业吃了掺有河豚毒素的食物，但由于河豚血液的剂量不够，所以没有成功。这两人私下的聊天记录啊，有条信息是这样说的：已经放了这么多河豚，他怎么还不死啊？案发前1个月，在京畿道龙仁市的某钓鱼场啊，也是晚上不小心把丈夫推到水池中啊。不会游泳的尹相业是命悬一线，同行的尹相业朋友在睡梦中被惊醒啊，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又逃过一劫。这名朋友说，当时李恩海看到丈夫落水啊，无动于衷，就以为他不会水啊，是被吓傻了。直到尹相业死后2个月，看到李恩海秀出的一条正在冲浪的动态啊，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她还晒了很多奢华的日常生活，和当时凄凉的丈夫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在调查中，她的真实身份也被挖了出来啊，她是一名性工作者，从15岁就开始堕落入了这行，为了拿到更多钱，甚至会偷窃嫖客的财物。由此，她上过5次少年法庭，至少9次在警局被立案调查，也多次因为暴力伤害而被拘留。18岁的时候意外怀孕，孩子的生父身份不明，但她还是选择生下来。那从她自己表示和尹相业相恋8年的说法，那么尹相业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接盘。那孩子生下来之后，2个人保持恋爱关系，但是李恩海还和另外一个人关系密切，就是身为皮条客的赵贤秀啊。他们既是情人，又是合作伙伴。即便是在尹相业面前，也毫不掩饰2人的亲密。那赵贤秀会不断给他带来客源，有钱一起赚。而李恩海还养成了记录每位客人信息的习惯，上面包含访问日期、时间、服务种类以及顾客特点。包夜的男人、白头发大叔、大学生等等啊，他的职业就让人感到不耻。可是啊，他的感情经历更是让人细思极恐。即便他说和尹相业相恋8年，可实际上这段时间里，他至少还有过3段情史。2010年，李恩海生完孩子以后啊，交了一个男朋友，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因交通事故死亡。李恩海作为同乘者获得保险赔偿。2014年，李恩海与未婚夫李某去泰国旅行，2人在芭提雅潜水时，李某突发意外溺亡。据悉，李某在和李恩海交往后，就逐渐和家人断绝关系，最终在泰国死得不明不白。死者的父亲确实收到了抚恤金，但是李恩海对当时的情况是有所隐瞒。2015年，她和另外一名男性举行了婚礼，但后期李恩海被当时的丈夫一家怀疑是骗婚，所以就被解除了婚约。之后2年，她就和尹相业办理了结婚登记。以上这些，丈夫是完全不知情。那事发当天一起到龙爪溪谷的有7人，已知尹相业和李恩海是夫妻，赵贤秀是李恩海的情人，李俊秀是李恩海的另外一个情人，崔恩英是李俊秀的恋人，刘多色是李恩海的后辈，那金孝谢是刘多色的男朋友啊。除了尹相业之外呢，可以说全都是李恩海的人。其中的李俊秀也是跳水人之一，他竟然有18件暴力犯罪的前科。
2021年2月开始通过不断调查，已经有一些韩国的节目组意识到尹相业之死绝对不是一起单纯的意外，所以就汇总了所有的疑点，做成了一期节目，准备揭露整个事件背后的真相。但是这些媒体都被李恩海和赵贤秀告上了法庭，所以制作好的节目就没有办法受理播出，甚至在下面评论表示怀疑他们的网友也没能避免被告。两人起诉网友侵犯名誉32起，侮辱诽谤74起，一共106起火力全开，以至于很多网友被迫在网络公开道歉。最后这个事件调查又被移交给仁川地方检察厅接到案件后呢，他们从2021年2月开始，用了9个月的时间去核实所有的疑点，那寻找李恩海和赵贤秀的谋杀证据，最终是到了真相逐渐明朗的阶段。2021年12月，李恩海和赵贤秀被传唤调查之后，再次通报两人2次出席的时候，两人销声匿迹，下落不明。2022年3月30日，仁川地方检察厅以杀人及保险诈骗未遂嫌疑，指定李恩海和赵贤秀为嫌疑人，并对两人发布了通缉，同时还对李俊秀以杀人等嫌疑进行了调查，怀疑他是共犯，一同策划了这一次事件。截止到现在10多天过去了，依旧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任何消息没有出境记录，没有消费记录，没有和任何人取得过联系，还隐藏在人群当中。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完美隐藏主要是疫情的原因。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如果再戴上一个棒球帽，就更没有办法让人或者是摄像头识别到。我自认为长得还是很有特点但如果我也这样扮上，相信你们在街上也很难认出来。而且现在这个装扮走在韩国的街头就问题不大，毫无违和感，也就导致了抓捕通缉的过程必定是困难重重但只能去相信这个过程不会让人等得太久。那在这段时间，韩国社媒出现了很多奇怪的聊天群组李恩海粉丝团等很多聊天室被建立，里面的内容就是很离谱这个犯罪并不重要，脸很重要。如果你漂亮一切都会被原谅。你们可以恨罪但不要恨人。恩海，你可以来找我。就很多人就骂你们还是人吗？还能保持清醒吗？但里面的人还会反击，这就让人很无语。他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是无脑粉丝，还是有人在玩反串拉仇恨，就挺无聊的。这实际上，李恩海这个人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背景时间倒退回20年前的2002年，11岁的他就在一档叫 Love House 的节目中出现过。这个节目就是帮助困难家庭去改造房屋。6年级的李恩海就是这期贫困家庭的女儿，就父母都是残疾人，靠着政府的帮助生活。20多平米的家里3口人相依为命。荧幕里的恩海年少但是很懂事一直照顾父母。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父母是残疾人，所以在别人面前感到自卑。以后的梦想是成为歌手懂事、自信、有担当的李恩海让很多人都非常敬佩。在看到自家的房子被改造得更好之后呢，他还说长大以后也要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然而4年之后，小恩海就抛下了自己的父母踏入歧途，卖淫、偷窃、诈骗，甚至有可能是谋财害命，最终落得全国通缉的结局。这尹相业和李恩海两人之间是如何相识？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对妻子如此服从，甘愿让自己的生活如此艰难，又忍受他们的霸凌？这些关键信息需要将两人抓捕回来之后才能知晓。我坚信这个事件呢还会有下一集。李恩海和翟欣欣呢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做法不能用 PUA 简单的去定义。那在这里先挖个坑等到他归案之后呢，一切明了，我们再把两人结合起来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分析。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吉，有谢啦，拜拜。